男人随手一摸，就在水里摸出了一个骷髅头，吓得他大喊大叫。然而他们来到的地方就是一间满是尸体的地下墓地。洛克和莱维成功进入沉没的德国潜艇，这里的水手已经死去了半个世纪之久。他们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情待在这儿的呢？在这种暗无天日的黑暗中即将窒息而死时，莱维很冷酷，窒息只有窒息的感觉而已。别人的死法是别人的死法，还是想点有用的吧。两人进入内舱，发现里面一片混乱，像是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厮杀。就在他们被困水下即将死亡之际，中佐开枪杀死了痛骂纳粹的船长。听到枪声的船员赶来，一番混战后，几个船员和中佐同归于尽。莱维通过亲卫队的制服判断出了尸体的身份，但是并没有发现画的踪迹。话说回来，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而争吵的？因为绝望陷入了恐慌吗？绝望和癌症晚期一样，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照现场情况来看，最先挑起事端的应该是中佐，所有部下为舰长报仇一拥而上，于是就成了这种局面。船就像一个大家庭，在这种死亡既定的情况下，哪还会闹什么内部矛盾？最有可能挑起事端的就是外人。这时洛克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什么，擦干净灰尘一看，果然就是那幅他们要找的画。莱维开心的让洛克把东西包起来，他把剩下的收拾完就走，不把值钱的东西捞走，潜进来还有什么意思？船长佩戴的勋章可是镶着钻石的值钱货。海面上达奇一阵极限走位才甩开了敌方的导弹，只能将船停在远处观望。军舰停在了潜艇正上方，他们根本没机会动手。而这支军舰来此的目的和达奇一样，那就是下海打捞那幅画。指挥官选出了5人的敢死队，一阵煽情演讲之后齐唱国歌，那边的动静达奇自然也听得清楚。莱维和洛克都在潜艇里，信标联系不上，他们这边除了谈论一下彼此的信仰也无事可做，只要他们这边时间足够，就能先一步把画带走。但很快贝尼就发现对方也开始行动了，潜水艇正在下降，这样下去他们要在潜艇里碰上了。潜艇里大丰收的莱维捞到了不少好东西，但洛克就觉得这样不太好，那些勋章是他们经历过的证明，他们没有权利擅自拿走。在船长的尸骨旁捡到了他家人的照片，船长抛弃了家人来到这里，在他们看来勋章只是平常的古物，但对活着的人来说却是无价的回忆。莱维点燃了一根烟，拎起骷髅头和徽章问洛克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东西，将所有事物回归原点的话，就只有这个词了。如果从这个出发点再赋予他们什么价值的话，不应该是回忆，其价值应该是万人达成共识的主题，那就是钱。除此之外的价值都是感性的蠢话，钱是力量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想追求什么？神还是爱？莱维小时候也曾抱着神痛哭过，不过也直到他无缘无故被巡警打到半死那个夜晚为止了。因为他住在贫民窟，没有力量也没有神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钱和枪，只要手上有这2样东西，就能天下太平。洛克很抱歉勾起了莱维的痛苦回忆，不过这对于莱维来说早就不算什么了，正常位是没人受得了的。如果洛克还要和他谈这个，他们就不再是同伴，到时候他就会杀了他。而就在这时，潜艇突然震动了起来，出口的阀门被拧开，莱维立刻警觉地抱起枪，让洛克躲到子弹射不到的地方。会在这种地方敲门的只有亡灵和恶棍了。他们的潜水服在对面，通道只有一条，没有退路。等到对方全部下到潜艇之后，莱维二话不说让洛克赶紧把画拿过来，却没想到笨手笨脚的洛克被地上的尸体绊倒，画径直掉到了对面。拿到画之后，对方立刻撤退，但莱维还不会让他们轻易离开，穿上潜水服就追了上去。拿到画的士兵立刻通知指挥官有敌人追击，发现信标移动的贝尼大惑不妙，莱维明显要冲上去大干一场，对方可是把导弹放在船上，二话不说就开轰的家伙。莱维的装备根本比不上对方，一旦不明敌情浮上去，绝对必死无疑，而他们也无法给予支援，不然就是一起送死。果然敌人在船上安装了重机枪，莱维刚一冒头就是一阵猛烈射击，洛克拽住还想往上冲的莱维撤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根本没有胜算。见2个人渐渐下沉，以为2人已经死了的指挥官下令撤离，直到黄昏，洛克和莱维才回到船上。任务失败，但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政治信条暂且不论，这样被看扁，他们就没法做生意了，就让他们来大干一场吧。得到画的指挥官高兴不已，有了这幅画为敲门砖，那个给予他们巨额回收资金的人就会答应，对于他们这个在美国少数党派进行资金援助，并介绍他们加入反共联盟。而达奇这边也察觉到了不对，那幅画到底什么来历，值得他们投入如此庞大的人力和器材？就其目标而言，投资过于巨大，但要是在钱的方面投资，巨大的价值和无名画家明显是不般配的。洛克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莱维因为任务的失败心情不好，洛克想要为潜艇里的事道歉，但莱维表示就是没有重提的必要。鱼雷艇一直在暗中跟踪军舰，等到月亮下沉之后，达奇和莱维就会趁着警备松懈对军舰发起攻击。莱维有敌，达奇负责搜索。2人开着皮艇驶向军舰，而正如达奇所料的，军舰上的人都在喝酒狂欢，直到他们登上船才有人发现不对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莱维脸色极差的见人就杀，毫无防备的士兵很快倒在了他的枪口之下。没一会儿，船舱里就堆满了尸体。贝尼和洛克默默看着远处的枪战，洛克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等待他们。贝尼谈起了白天被他们袭击时一脸冷静的达奇，他们都不是能对着别人砍枪的料子，所以老老实实待着看就好了。士兵跑到枪械室掏出机枪装好子弹，然而他刚一回头，莱维就已经出现在身后，机枪下去又解决一个。趁着莱维在楼下打野，达奇已经趁机到了楼上，开枪干翻
翻一个小队后，他得到了指挥官的准确位置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莱维联系不上了。莱维冲进驾驶室，二话不说就要对着无辜的船员开枪。幸好达奇及时赶到，打飞了他手里的枪，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枪是谋生的话，随心所欲开枪的是扫射狂，他犯错自己也会死，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干了。而在两人争执期间，敌方小队已经悄悄包围着他们。达奇和莱维掏枪对准对方，又同时调转枪口将敌人全部射杀。在这种时候，他们当然不会起内讧。解决完小兵之后，就轮到指挥官了。而此时指挥官正在给那位大人物打电话，他们遇到了入侵者的袭击，现在士兵正在全力反击，请他放心。而对方却并不想听他这样敷衍的保证，而是要指挥官拿出能打赢的证据。他想要话，而指挥官想要和他们的世界建立联系。如果连证据都拿不出来，根本不值得信任。指挥官满头冷汗，说不出话。莱维渐渐冷静了下来，他总是在新人加入的时候不太正常，贝尼加入的时候也发作过一次。莱维刚和达奇分开，就遇到了撞破门冲到他面前疯狂炫耀自己手枪的纳粹狂热智障。莱维无视对方的逼逼，默默给枪装好了子弹，一枪送智障上路。枪这种东西只要能打中就好了。达奇撞进指挥官的房间，把对方吓得一屁股摔在椅子上。见指挥官还在打电话，达奇绅士的让他打完再说。大人物对达奇很感兴趣，于是让达奇接电话。达奇正好也有要事想提问，首先就是画的真相。关于画的做法，除了通常的说法，还有一种传闻说画的作家是希特勒本人。当然这个传闻是错误的，就连当面送画的中佐也以为这幅画是希特勒的亲笔。但重要的其实不是画，而是画里藏着的东西。而委托达奇小队那个西班牙收藏家，其实就是这个大人物，让他们起冲突也在他们的计划之中。说着，他讲起了一段往事。在海德里希决定最终方案的那天，他们曾在凡尔赛湖畔发过誓，比起坚信胜利的梦想者，不如当一名现实的守护者。于是他们统合了资金，做出了全体成员的署名和账户档案，并将各自的档案藏进了4幅画中逃走了。而那幅画就是最后一幅，他只想拿回画，毕竟他是雇主。如果达奇毁约，就会失去信用。虽然很不爽，但达奇也没办法。但得知了真相的指挥官却完全无法接受，他们完完全全被耍了。对方也毫不留情，他给了指挥官和达奇同等的机会，但是指挥官失败了，就凭那点实力还妄想加入他们的社会，简直痴人说梦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和对方进行了友好的问候。达奇砸碎了电话，莱维进来发现事情还没解决，于是说要赌上一把。他把自己的枪管扔给指挥官，说自己赌黑，达奇也赌黑。指挥官拿起枪对准自己的脑袋，却迟迟无法扣下扳机。最后他一咬牙对着达奇开枪，然而枪里根本没有子弹。莱维就知道他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，两把枪对准了指挥官。任务结束，达奇放出信号弹，等待船的接应，而莱维也说出了自己不爽的原因。洛克和他们不是一类人，倒不是说他讨厌洛克，而是受不了那种感觉，他和洛克合不来。